节度使会放任牛景这般私下敛财、草菅人命吗？牛景瞒着他自作主张，他定会敲打。不过牛景毕竟是他的兵，只要不是造反，他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那长安呢？长安会管吗？有人想管啊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管的。朝中与藩镇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！放心，如今有节度使令，牛景便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抓你。就是他敢，我也不会让他得逞的。那你呢？他们会在暗中对你下手吗？下不下手是他的本事，能不能活下去，那是我的本事。杨金兰，你怕吗？你怕吗？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会退缩。我是怕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怕可以提醒我，让我跑得再快一点，不要落入一样的结局。我也怕，怕对不起死去的人，怕护不住活着的人。但如果一直怕，反而跑不快呢？要不要陪你一起进去，与你阿娘说清楚？我阿娘应该不愿意别人看见她棍棒教子的模样。娘子，戒指还是烛棍呢？阿娘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让阿兄瞒着你的。不，那水红寺的风筝是我织的，是我不让茵茵告诉阿娘的。阿兄向来疼我惯我，不是我没有做好这个兄长。你们阿耶到底是因何而死？季家因何而获罪？是因为蜀红司。但阿耶绝不会做造假之事。阿耶他预设出狱那天，你们都答应过我什么？季莹莹，你说。绝不再提阿耶之事，平安度日。可是阿娘，今日便是我们不反抗，便可以安然无恙吗？莹莹，老虎食人是因为他饿了，他不会因为那人乖顺便放过他。莹莹，阿娘，莹莹只是不想让别人盗用阿耶的蜀红司之名，她并没有提及当年旧事啊。季莹莹，你没有吗？你从未想过要提起吗？这么多年，
你一次次逼自己染红，真的只是为了支撑染房吗？阿娘，那你就忍心看到阿耶背负罪名，一生沉冤吗？季家谨防规矩第1条是什么？你给我背出来，大声背出来！季家谨防，井为首，人在井之上。何意？季家谨防，万事以知井为先，是非恩怨名利皆在其后，唯有人命在井之上。若有灾异，先救人，再救己。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。好，很好。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？你告诉你阿爷，何为人之生死重于一切？如果你阿爷现在还活着，他真正在意的是他季归南的名声，还是他一双儿女的平安？阿爷对我们的爱护重于一切，他定会懂我，他一定能让我做想做的事情。看来他真的是把你惯坏了，把你惯得像今天这样，死不悔改，拒不认错。阿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，我不该惹您生气。可是，人能忍一时韬光养晦，绝不能忍一世丧尽志气。我想要的公道，自能我自己讨回。我今日所做的一切，我无悔。你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放开！季悠悠，你很好，是我这个当阿娘的没有教导好你。我看该反省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阿娘定是对我失望透顶了，才会如此。阿娘是不忍心，当年阿爷骤然故去，你拒人染红，我困于谨防。阿娘也有她自己走不出的心结，她实在是害怕再失去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所以我不想再瞒着他了。阿兄，只有面对过去，才不会困在过去。我平日怜惜你命苦，你爱贪钱小财，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曾想你愈发的胆大妄为，竟敢私造禁房，还是平日太骄纵你了。将军，大可不必如此，怎么说也是女孩家，何必雪上加霜呢？还不谢谢张刺史？谢谢刺史大人，此事皆因五娘愚昧贪婪，实属与阿爷无关，还请刺史大人明察，切莫污了阿爷清白，也莫辱没了节帅。此事与节度使有什么关系？我是阿爷的女儿，在世人眼里，我做了便等同于阿爷做了。阿爷是节度使的麾下众将，阿爷做了，岂不等同于节度使做了？世人哪管真相，只会恶意揣测。若因五娘一人牵连了阿爷和节度使，实在百死难免。我知道
将军为什么偏爱乌娘子？平日就喜欢自作聪明，这不过是他想让你帮他息事宁人的借口罢了。不过，他这话说的也有些道理。若说我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莫说旁人，便是刺史你，信吗？我也深知，张刺史与此事绝无干系，但是节度使，信吗？他会不会认为是你我同流合污？将军说笑了。节度使大人虽然常年驻守军中，但对城中之事也是了如指掌，自然不会冤枉了将军。那朝中呢？朝中对益州、对节帅，又知道多少？如果任那警官将此事的证据传入朝中，难免不会有人居心叵测、断章取义，污蔑节帅。不瞒张刺史，牛某人好颜面，今日在山中的雷霆之举确有私心，但这才是根因。将军深谋远虑，相信节度使大人定会明白。其实将军也深得节度使大人的器重。这益州城也是将军的益州城，都是一家人，令千金想多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将军何必瞒着节度使呢？这就是将军见外了。牛某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牛某对节度使大人定会知无不言。谢张刺史指教，客气了。来人！将军太客气了，下官愧不敢当。将军请放心，今日之事只是山中起火，再无他事。下官告辞。刺史既然这样说，看来节度使还是信重阿耶的。此次是我轻敌，还请阿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捉住杨静兰的把柄。你既已嫁入赵家，就踏踏实实做赵家的媳妇吧，尽好你一个内宅妇人的本分，旁的事就不要问了。阿耶，杨静兰此次轻易便能化解送入长安的假蜀红之围，背后的势力必然非同小可。您不想知道吗？与其动用长安他，不如……如果我的女儿羞愧难当，畏罪自杀，你说节度使会不会更加信任、悲悯我几分？但也难免会有人猜忌你无毒食子，杀人灭口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他刚刚是真的想杀了我。娘子，请将军恕罪，是下官来晚了。这样，下官先自罚一杯。
知道我为何要宴请你吗？今日在山中，将军险些要了杨某的性命，晚上又主动相邀杨某至此，难不成是在山上杀得不尽兴？这是一场鸿门宴。知道是鸿门宴还敢来，杨警官，你好胆识啊！那你知道我为何要在此处宴请你吗？将军身份贵重，见多识广。这么看来，将军并非是邀我前来品尝美酒佳肴的。此间酒楼风景独好。杨警官果然聪明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我图的就是这里风景独好。我常年在军中打仗打惯了，一向都是先兵后礼，不把敌人逼入绝境，怎么好谈条件？将军的礼有多重？那要看杨警官背后之人想要什么。杨某孑然一身，背后无人。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威胁杨警官把赵弘思送入东宫。可太子最后竟没有将嗣献给皇后，能够左右东宫的抉择，且丝毫不留痕迹。杨警官背后之人深不可测呀。兴许是太子自己觉得这东西不够大气，给换了。嘿，你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将军别忘了，节度使刚刚下令，令季娘子染指史弘思，织造贡品，怀璧其罪。季娘子身怀绝技，被人觊觎，全家殒命，老夫痛惜，但爱莫能助。杨警官，我不想听废话，所以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杨某来到益州，不是冲着将军而来，只为肃清锦宴。谁拦我，我便查谁。我身后是所有尚存良知的朝廷命官。将军，混账！谁让你们真动手的？还嫌节度使对我关注不够吗？不是我们的人。什么？是我。高大侠，是杨三郎让我来的，请季娘子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你只管做戏，我定会配合。丧葬室的人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既然是做戏，就做得真一点。别想伤害我阿妹！阿兄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丧葬室在此。
莹莹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受伤了？呀，娘子，这！哎呀，季贵，快去请大夫来！快啊！不用，快说吧，娘，我没事儿，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你这是刺破了一些，你找个可靠的医师，把我说的严重些就行。快把门打开！三长史，刺客呢？不见了。走。是。仓长史搜到一块令牌。你小子比抓住老夫一个人害啊！下官怎敢害您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牛将军、张刺史，有劳二位，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！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供给之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啊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桑长史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本将的令牌，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桑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了？下官不敢。只是这令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。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未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即使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。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，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，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只是不知这益州城，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
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。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小事。有劳了。娘子，你还好吗？无妨，这么多年，已经习惯了。若不是我在山上被控制，娘子你也不会上山。锦房的事情瞒不住的，即便没有了你，杨金兰也会用其他的办法让我上山。你无需自责。可是娘子，你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那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奴婢怎么能不自责？可若是没有你，又是谁帮我撑到今天？娘子救下奴婢的那天，奴婢就答应娘子，奴婢不是牛府的奴婢，是牛五娘子一个人的奴婢。我不信命，我不要成为哪个男人的附庸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主。娘子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不靠近他，你就能护他无虞。可是他今天差点死在山里。他死了吗？他不仅没死，还拿到了节度使谕令这张免死金牌。接下来，你们还要一起织染共济。这么看来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出尔反尔，颠倒是非，你这样做买卖是做不成的。夫君怕是忘了，做不做这笔买卖，如何做这笔买卖，向来都是我说了算。你刚刚哭过？山上风沙大，迷了眼睛而已。是风沙迷眼，还是满盘皆输啊？夫君啊，
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那个执棋人，不是吗？杨警官找借口拦着阿兄和阿娘，可是有什么要跟我说？难道我猜错了？你让高放冒充牛家刺客，难道不是想要先发制人，让牛景不敢再对我动手？你是没猜错，但我的计划中可没有季娘子舍生忘死、身上中箭这一环。我这不是怕他们倒打一耙，污蔑咱们贼喊捉贼，想把戏做得真一点吗？大夫刚刚也说了，没事儿的。我说过我会护着你，你也说过你会相信我。正是因为信你，才配合你啊。郭奎，回去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下次谨慎些就好啦。再说了，有杨警官托底呢。牛景线下是不会再对你直接下毒手了，只怕共景之胜之日，便是唯一出现之时。我不怕，杨警官会保护我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你们家郭奎听了都不信。牛景今日也算是投鼠忌器了吧？是不是这气越贵重，他越不敢动？你又要做什么？我会做的只有生意啊。如果我不仅能染出曙红丝，还能织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锦，我能做锦王，做皇商，做一棵任何人都想保住的摇钱树。他牛景再想动我，便更得好好思量思量。等我一下。这些是当年我家所有能出入警房和染房的工人名单，以及押送供警、通警官府交界时所去的工人名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当年的警官刘崇山以及他手下的侍卫。杀死我阿爷的督运官，还有那些交界的官兵，他们的名字我并不知晓。若是当年你师父真的在查我阿爷的案子，那这些对你想要寻找的蛛丝马迹或许有帮助。杨金兰，我阿爷的事，拜托你了。他是我的，都过了家里留给我的。这些名字你都还记得？还给我！有些事，季归南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不允顽抗。过了再久也不会了。校订正法，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。是。夫人，赵修元在门外求见，说是要与娘子商议供锦织造之事。回去。坐下。我与他虽有旧怨，但这是正事，不能耽搁。杨警官，我女儿身受重伤，
贡锦织造定要急在这2日吗？不急，自然不急。不仅日子不急，也无需季娘子出面。贡锦织造只需季娘子按照赵景王提交的所需蜀红丝数目染制后，交到景官府，再由景官府核验后交予赵景王。季娘子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哪儿都不准去，我去跟他说清楚。杨警官，莫忘了民女所托。放心。阿娘，先好好养伤吧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我会告知飞花会，说你有感风寒，在家中休养，让他们安心染丝，不必担忧。走吧，回去休息。休息。你明明可以用别的方式保他，为何要伤他？别的方式，像赵二郎君一样，卖身投敌，委曲求全吗？我做不来，他也不想要。我与他青梅竹马，我亲眼见他未雨绸缪，隐忍蛰伏，他定能理解我的选择。人在屋檐下，有些事确实要忍，但有些事却忍不得，忍了就不是季莹莹了。赵二郎君如果还是念及旧日的情分，既做不了他的良人，那至少也要做个好人。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二郎确实糊涂，若是不用贾蜀红，我赵家是赢得堂堂正正了。斗锦会上，贾蜀红就是个误会。怎么，贤侄另有见解？要不要随我一同去找一下牛将军？说道说道。好，便是不提蜀红丝，还有山上那事儿，别人不敢指摘牛家，便是说我们赵家干的这缺德事儿。牛家五娘子这煞气，加上我这糊涂的二弟，这往后不知道要给赵家带来多少麻烦啊！想当初老太爷呀，一门心思想攀牛将军这门亲家，如今这亲家是攀上了，怎会想到那牛五娘子并非良配呢？想来老太爷这心里也不好受。你们是怪我治家不力吗？孙儿不敢，儿媳不敢。二郎呢？二郎昨日去都督府拜会了。是啊，牛五娘子毕竟还是牛副都督的女儿呀，咱家礼不能废。我赵家既得了锦王，那接下来就要联合众锦户，协力完成贡锦。以后这些事就不劳祖父操心了。二郎回来了，牛将军怎么说？牛将军说，祖父年迈，锦王家的事，以后就交给我来料理。什么？你是拿牛家的权势来逼我？牛将军让二郎当家主，想必也是体贴老太爷，年事已高，该享清福了。二郎虽然年轻，但能力、手腕样样不缺，又得牛将军器重，
若二郎真成了家主，我们和牛府啊，关系也就更亲近了。外面的闲言碎语，我看谁还敢乱传。请阿翁让位。你这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当年我祖父持家50载，我阿爷在他身边学了30载才掌家。我在我阿爷身边也学了30载。二郎，你天赋异禀，你便在爷爷身边再学10年，就让你独立掌家。所以，祖父不让。赵家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就休怪孙儿无礼了。